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7月3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2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07.14，收盘价是298.30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09.06，最低价是在297.38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3938.39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等长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7月2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开盘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便出现了震荡下行。那么下方呢是在300关口附近得到了支撑，然后呢股价开始又震荡上行，直到上方是在310附近遇到了压力之后，我们会看到在尾盘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跌，并且呢是突破了300整数关口，最终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底部的附近。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当日的 K 线呢是生成了一根实体小红 K 线，并且呢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。那么我们从成交量来看，较前一个交易日基本是量平。那出现这样下跌的 K 线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低开低走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。好，我们再来讨论之前我们提到过的重要的标志位。在之前呢，前一期视讯我们说下方目前是在301这个位置，实际上就是在300关口附近。股价日后一旦跌破了300关口，上方一旦能够站上342，那么股价将会选择方向。那么到了7月29日，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跌破了300关口，那也就是说在日后股价呢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的走势。好，那么当然我们认为目前多头的目标就是要将股价尽快的拉抬到300关口上方。如果近几个交易日股价不能够被拉抬到300关口上方，或者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的话，那么股价我们认为下方一定会测试我们马上要提到的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274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标志位的一个解读。好，那股价目前出现了这样一个继续下行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么对于7月3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74。很显然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目前呢290这个位置是股价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支撑位。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呢有多头力量进入，把股价再拉抬到300关口上方，或者是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我们也不排除会有这样的走势。那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呢，实际上目前297这个位置将是一个也是一个支撑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在到达274之前的一个支撑，重要支撑，还有一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反转向上的走势。
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呢不变，仍然是432这个位置。当然，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标志位和压力位。那么，首先股价要出现反弹的走势，而股价出现反弹的走势，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是在303到305之间。还有300整数关口。换句话说，股价首先要站上新生成这根小红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309这个位置，站上它才会有反弹的走势。那么当然之后还要站上上方的这个重要标志位342之后，还有20日均线值。那只有突破这些重要标志位，股价才能够反弹到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。好，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观察位。观察位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311，那么在7月29日盘中，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7月30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，是在303附近。次日盘中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才会有出现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一直是在它下方运行，在这个地方仍然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。好，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那么我们刚刚落掉了对于前一个交易日预测的一个复盘，我们现在来说一下。那么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29日的预测，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95附近。另外一个预测呢，股价收盘价会在319，也就是会出现反弹。而实际呢，在7月29日收盘价是297点，是在298.3这个位置。股价是出现了下行，虽然我们预测的下行和实际发生的下行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呢，性质是完全相同的，不仅是跌破了前低，也是跌破了300整数关口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对于多头，当然在目前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现在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5日均线值，是从303一直到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309或者310附近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90，还有下方的274。我们再来看7月3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303到305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呢是我们取323，是这根 K 线的最高，7月24日这根 K 线最高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呢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在335附近。第四个压力位呢是342，第五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367附近。我们再来看支撑，第一个支撑就是290，我们取这个位置整数关口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就是27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7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301，也就是301，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288，收盘价会收在290附近。
那如果出现这样继续的下行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0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继续的下行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横盘或者是平盘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95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10，收盘价会收在301附近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，那么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9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的走势。那么同样的走势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我们再给出一个收盘价点位会收在298，也就是会出现平盘的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7月3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